我爸是报社退休的老编辑，干了一辈子新闻，对消息最敏感。1周前，他以前的老部下给他打电话，说医院挤爆了，全是被咬伤的病人，症状都一样，高烧、昏迷，然后醒了就咬人。新闻稿都写好了，又被压下来，不让发，压得住新闻，压不住事。我爸挂了电话，脸色很难看。真要是普通传染病，没必要瞒，这事不简单。他想起年轻的时候去山里采访过一个战备电台旧址，那是60年代建的，在山洞里有独立的发电机和蓄水池，早就废弃了。他说那地方隐蔽，山洞结实，而且有通讯设备，说不定还能用。第2天他就带着我去踩点，山洞在深山里，开车到山脚下还要走半个多小时的山路，洞口被藤蔓遮着，不仔细看根本找不到。里面很宽敞，有好几个房间，以前的设备都还在，只是落满了灰。回来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准备物资。他托老关系买了发电机和柴油，还有大量的压缩饼干、罐头和矿泉水、药品、衣物、蜡烛、打火机，一样一样的买，分批次往山里运。他还弄了台老式的无线电，说万一外界还有信号，就能收到消息。他干了一辈子新闻，最受不了信息闭塞。我妈说他小题大做，退休了还瞎折腾，他只是摇摇头，说干他们这行的，看见苗头不对就得提前跑，等所有人都知道了就晚了。今天凌晨，我们最后一批物资运进山，刚把东西搬完，山下的公路上就传来了警笛声，还有人喊。我们站在洞口往下看，看见很多人在跑，后面跟着更多走路歪歪扭扭的人。我爸立刻把洞口的伪装拉好，又推了几块石头挡住，山洞里瞬间暗了下来，只有手电筒的光。他打开发电机，灯亮起来的时候，整个山洞都暖了。别慌，他坐在旧桌子前，翻着手里的地图，这里有水有电有吃的，待几个月没问题。等外面稳定了，我们再出去。山洞里很安静，能听见发电机的嗡嗡声。我爸在调试那台老无线电，滋滋的电流声里，偶尔能听到几句模糊的广播。他皱着眉，仔细的听着，是第3人民医院，紧急，市民不要外出，上级已接管，重复，不要外出，被咬者立即隔离，切勿。每一句都没头末尾，夹杂着大量杂音，像从水底传上来的气泡，但信息量已经足够了，比我想的还糟。他说上级都接管了，说明城里已经失控。我妈在旁边整理罐头，手顿了一下，没说话。这几天她已经从最初的庆幸慢慢变成了焦虑，每天都要去洞口听好几次动静，生怕那些歪歪扭扭的人顺着山路摸上来。山洞里的生活单调的像一潭死水，发电机每天只开4个小时，省柴油，蓄水池的水够用，但也不敢浪费。我妈连洗菜都精打细算，蜡烛点的很少，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借着洞口透进来的那点天光活动。我爸把山洞做了简单的分区，最里面的大房间住人，中间放物资，靠近洞口的地方留作观察和警戒用。他还找了几块厚木板，在洞口内侧做了一道简易挡板，真有什么东西冲过来，至少能挡一阵。第4天傍晚出事了，我正靠在洞口边的石头上，透过藤蔓缝隙往下看山路，忽然听见远处传来脚步声，不是那种拖沓的歪歪扭扭的步子，是正常人在跑，很急，踩得落叶沙沙响。爸！我压低声音喊了一句，我爸立刻起身走过来，拨开藤蔓往下看。山路上出现了3个人，2男1女，都背着大包小包，跑得气喘吁吁。跑在最前面的是个50多岁的男人，个子不高，很瘦，头发乱蓬蓬的，一边跑一边回头看。我爸的瞳孔缩了一下，是周明。周明就是1周前给他打电话的那个老部下，以前在报社跑社会新闻的记者，跟着我爸干了10几年。他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我纳闷。我当年采访的时候带他来过一次。我爸脸色复杂，这小子记性好。说话的功夫，那3个人已经跑到了洞口附近。周明显然也记不清具体位置了，停下来四处张望，嘴里喘着粗气。陈老师，陈老师你在吗？他压着嗓子喊，声音抖得厉害。我妈也凑了过来，紧张地抓着我爸的胳膊。老陈，开不开门？我爸没立刻回答，盯着下面看了几秒。周明身后的2个人也停下了，一个是30多岁的女人，戴着眼镜，脸色惨白；另一个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，胳膊上有血，用布条缠着，后面没根东西。我爸判断了一下，又犹豫了几秒，最终咬了咬牙，开门。多3张嘴，物资是紧了点，但都是活人，不能见死不救。他搬开挡在洞口的石头，拉开藤蔓，冲下面低喝了一声：“这儿，快上来！”周明眼睛一亮，连滚带爬的冲了上来。3个人钻进洞口，我爸立刻把藤蔓拉回去，又推了2块石头堵上。山洞里瞬间暗了下来，只有手电筒的光柱晃来晃去。陈老师，周明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气，汗水顺着下巴往下滴。可算找到你了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有地方躲。先别急着说。我爸打亮了应急灯，都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小吴胳膊被咬了一口，但是隔着厚外套，没破太深。周明指了指那个小伙子，又看向旁边的女人，这是小苏，苏小，报社的编辑，我们从单位逃出来的，路上碰到的。叫苏小的女人扶了扶眼镜，冲我们勉强点了点头，嘴唇还在抖。那个叫小吴的年轻人靠在墙上，脸色发白，额头上全是汗。我妈赶紧去拿医药箱，我爸蹲下来，掀开小吴胳膊上的布条看了一眼，2道牙印，渗着血，但确实不深，厚外套挡了大部分力道。什么时候被咬的？昨天下午。小吴声音发颤，已经过了20多个小时了，我没发烧，也没那种感觉，应该没事吧？我爸没接话，只是让我妈给他消毒包扎。干了一辈子新闻，他见过太多应该没事最后变成来不及了的事，这种时候不把话说死，是职业习惯，也是自我保护。等3个人稍微缓过来，我爸才问详细情况。周明喝了半瓶水，开始讲他们这几天的经历。病毒爆发比预想的快得多，周一医院还只是挤爆了，到周2晚上，急诊室就彻底失控了，昏迷的病人突然醒过来，见人就咬，医生护士跑都跑不及。消息被压着，但纸包不住火，
周三白天，市区里已经到处都是乱跑的人。报社一开始还在正常上班，领导说等通稿，结果等到下午，楼底下就出事了。有个保安突然发狂，咬了3个人，整栋楼乱成一锅粥。他们几个从消防通道跑出来，开车往城外冲，路上全是车，堵得水泄不通。周明嗓子沙哑，好多人弃车跑，还有的直接被拖下车。我们绕了小路，车开到山脚下就没油了，只能步行。其他人呢？我爸问。周明低下头，散了，有的要回家找家人，有的往别的方向跑了。我们3个想着你以前提过这个山洞，就过来碰碰运气。路上没了2个同事，山洞里安静了几秒，只有发电机低沉的嗡嗡声。我爸沉默了一会儿，站起身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地方不大，挤一挤能住。物资我清点一下，从今天起按人头配给。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3个人，语气严肃起来。但有几条规矩得先说清楚：洞口不能随便开，进出必须2个人以上，回来要检查身上有没有伤口。第2，物资统一管理，谁也不能私藏，每天吃多少我说了算。第3，夜里轮流守夜，洞口不能离人。第4，他的声音沉了沉，如果有人出现发烧、意识模糊的症状，立刻说，别硬扛。真到了那一步，我不会让他害了其他人。最后一句话说得很冷。周明打了个寒战，用力点头。陈老师，你放心，我们都听你的。苏小也连忙点头，只有小吴脸色更白了，下意识地捂住胳膊。那天晚上，山洞里比之前热闹了，也更压抑了。6个人挤在里间，地上铺了防潮垫和睡袋。我爸安排了守夜班次，上半夜我和周明，下半夜他和小吴。我妈和苏小不用守夜，负责白天的伙食和物资整理。轮到我和周明守上半夜的时候，我们坐在洞口边，隔着藤蔓看外面黑漆漆的山林，月光从树缝里漏下来，山路像一条灰白色的带子。你爸真厉害，周明点了根蜡烛，火光映着他疲惫的脸，提前1个礼拜就跑了。换我想都不敢想，他干了一辈子新闻，见的事多。我说是啊，陈老师当年可是报社的台柱子。周明叹了口气，什么天灾人祸没跑过。他说不对劲，那就是真不对劲。可惜啊，当时单位里没人信他的，都觉得是普通流感。他摇摇头，没再说下去。山林里很静，偶尔有几声夜鸟叫，远处山下偶尔传来1、2声模糊的喊叫，被风扯得支离破碎。每次听到，我和周明都会绷紧神经，盯半天山路。你说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？过了一会儿，周明忽然问，不知道。我实话实说，广播里没说清楚。我跑社会新闻跑了20年，什么怪事都见过，但这种……他苦笑了一声，像电影里演的一样，醒过来就咬人，跟疯了似的。我没接话。其实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高烧、昏迷、醒来咬人，听起来像狂犬病，但狂犬病发作没这么快，也不会传染的这么猛，更像是某种变异的病毒，直接攻击大脑，把人变成失去理智的野兽。别想那么多了，我说，守好这班岗再说。后半夜我睡得不踏实，迷迷糊糊听见我爸和小吴在外面低声说话，还有无线电偶尔发出的滋滋声。第2天一早，我爸就拉着周明一起清点物资，原本按3个人算，压缩饼干、罐头、矿泉水这些够吃3、4个月，现在多了3个人，直接砍半，满打满算2个月。如果省着点，也许能撑2个半月。柴油更紧张，发电机每天开4小时，只能维持照明和无线电。蓄水池的抽水机不敢常开，大部分时间得用桶打水。2个月，我爸把数字写在笔记本上，笔尖很重，撑不到外面稳定的。周明脸色也不好看，那怎么办？先过着看。我爸合上本子，真不够了，再想办法。说是想办法，但大家心里都清楚，办法无非就是那一个，出去找。接下来几天，避难所渐渐有了秩序。我爸把人分成2组，一组负责警戒和维护，一组负责内务和物资管理。周明以前跑过政法口，胆子大，跟我一起负责白天的洞口警戒和周边巡逻。小吴胳膊恢复的比预想的快，年轻人愈合能力强，7天下来已经结痂了，跟着我爸调试无线电、修设备。苏小心细，帮我妈管伙食和药品登记。山洞门口做了更完善的伪装，藤蔓外面又加了些枯枝，从山下看根本发现不了。洞口内侧的挡板也加固了，顶上堆了石头，真有东西撞门，至少能撑一阵子。我爸还在山洞2侧的通风口也做了警戒标记，撒了一层细沙，有东西爬过会留下痕迹。干我们这行的最怕的就是盲区。他一边布置一边说，洞口盯着，不代表别的地方就安全。周明在旁边直点头，说老领导还是老领导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，表面上平静，底下的焦虑却在涨。物资消耗的速度比预想的还要快一点。3个新来的都是逃命过来的，前几天没怎么吃东西，饭量比正常人大，加上守夜的人夜里还要加1顿，库存肉眼可见的往下掉。第7天早上，我爸把所有人叫到一起，开了避难所成立以来第1次正式的会，蜡烛点在中间，6个人围着坐成一圈，跟大家交个底。我爸翻开笔记本，语气平静，按现在的消耗速度，吃的最多还能撑40天，柴油也只够20多天的，谁省着用没问题，但食物和燃料必须补。没人说话。我的想法是组织人出去找物资。他继续说，山脚下有个青云镇，有超市和药店，先去那儿看看，如果顺利再考虑去远一点的地方。出去。苏小的声音有点抖，外面那些怎么办？尽量绕着走。我爸说白天去，那些东西好像对光不敏感，但动作比夜里慢，速去速回，不恋战。我去。周明第一个举手，我以前跑新闻跑惯了，路熟，腿脚也快，我也去。
我说。我爸看了我一眼，没反对，又看向小吴，你胳膊怎么样了？差不多好了，结痂了都。小吴活动了一下胳膊，陈叔，我也能去，多个人多双手，能多搬点东西回来。我爸沉吟了一下，点了头，行。三个男人去，目标小，战斗力也够。苏小跟你阿姨留下管内务，我守着无线电和洞口。我妈一直没说话，这会儿才拉了拉我爸的袖子，老陈，让孩子们去，行吗？没办法的是，我爸拍了拍他的手，语气放软了些，我得留在这里盯着，洞不能没人守。你放心，他们速去速回，镇上不远，顺利的话中午就能回来。他又转向我们三个，表情重新严肃起来，记住3条：第一，不单独行动，3人始终在一起；第二，见势不对立刻撤，东西再好也没命重要；第三，真要动手打头，别的地方没用。那天下午，我们开始准备出门的装备：3个大登山包，水壶灌满，手电筒、打火机、口罩、加厚手套，能想到的都带上了。我爸从山洞角落翻出2把旧消防斧，是当年战备遗留的，刃口还很锋利。我和周明一人一把别在腰上，小吴拿了一根粗钢管，是从旧设备上拆下来的。武器是最后一步。我爸把斧子递给我们的时候，表情很沉，能跑就跑，跑不掉再拼，别逞英雄。周明掂了掂斧子，苦笑了一下，陈老师，你这是让我们去玩命啊？不玩命就得饿死。我爸淡淡的说，选一个。周明不说话了。出发时间定在第2天清晨，天刚亮的时候感染者最少，视线也好，方便跑路。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，躺在睡袋里听着外面的风声，脑子里反复想着山下会是什么样子，是跟电影里一样满街都是歪歪扭扭的人，还是大部分都散了，超市里的东西还在不在？我翻了个身，看见旁边我爸也没睡，坐在桌子前调试无线电，耳机里露出滋滋的电流声。他背对着我，肩膀比几天前又塌了一点。我忽然想起1周前他挂了周明的电话，脸色难看的说压得住新闻，压不住事。那时候我还觉得他太敏感，退休了还这么大惊小怪，现在才知道他不是敏感，是见得太多了。黑暗里，我摸了摸腰上别着的消防斧，冰冷的金属贴着皮肤，明天就要真刀真枪的面对这一切了。天刚蒙蒙亮，洞口的藤蔓被拨开一条缝，我第一个钻出去，深深吸了一口清晨的山林空气，露水很重，打湿了裤脚，山风裹着松针的味道吹过来，凉飕飕的。周明和小吴跟在后面出来，3个人都背着鼓鼓的登山包，腰上别着武器。我爸站在洞口，手里拿着一张手绘的地图，路线记清楚了。他指着地图，从这条路下去，40分钟到青云镇北口。镇上有2家超市，大的那家在镇中心，叫惠民生鲜，先去那家，东西多。药店在超市南边200米，叫康泰大药房。拿到东西立刻原路返回，别绕路。别看热闹，他顿了顿，又强调了一遍，中午12点之前必须回来，过了点我就当出事了。知道了爸。我把地图折好揣进口袋。我妈也挤到洞口，眼圈红红的，往我手里塞了2个煮鸡蛋。路上小心，注意安全。放心吧妈。苏小站在后面，也冲我们挥了挥手，没说话。我爸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没多说什么，只说了2个字，活着。我点点头，转身跟着周明往山下走。山路不好走，加上露水滑，我们走得很小心。周明走在最前面开路，我在中间，小吴断后。3个人都没怎么说话，耳朵竖着听周围的动静。越往下走，空气里的味道越不对。山林里本来是草木清香，快到山脚的时候，渐渐混进了一股别的味道，腐烂的、甜腥的，像夏天放坏了的肉。小吴皱了皱鼻子，什么味儿？别问。周明压低声音，加快脚步，走出山林，上了通往镇子的柏油路。眼前的景象让我们3个都停住了。路上停着好几辆车，车门大敞着，有的撞在路边护栏上，玻璃碎了一地。路面上有干涸的黑褐色污渍，一滩一滩的，一直延伸到镇口方向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死一样的静，连鸟叫都听不到。走吧。周明握紧了手里的消防斧，率先往前走。我们沿着路边慢慢挪，眼睛扫着四周。镇口的牌子歪了，青云镇3个字掉了一个角。路边的小店都开着门，卷帘门拉到一半，里面黑乎乎的。走了大概200米，我们第一次看见了他们。2个感染者站在一家包子铺门口，背对着我们，低着头，肩膀微微耸动，好像在吃什么东西。地上一滩黑红色，我胃里一阵翻涌。绕过去，周明低声说，往路边的巷子指了指。我们贴着墙根，蹑手蹑脚地拐进旁边的小巷子。巷子很窄，堆满了杂物，空气里那股腐臭味更浓了。小吴走在最后，不小心踢到了一个空易拉罐，哐当一声，在安静的巷子里格外刺耳。我们3个瞬间僵住，外面传来一声低沉的嘶吼，紧接着是拖沓的脚步声，往巷子口过来了。跑！周明低喝一声，我们拔腿就往巷子深处冲。巷子另一头通着另一条街，冲出去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刚才那2个感染者已经挪到了巷子口，脸对着我们的方向，嘴巴张着，发出呵呵的声音。他们的脸是灰白色的，眼睛浑浊，嘴角挂着黑红色的咸水。别停！周明拽了我一把，我们拐了2个弯，确认后面没追上来，才靠在墙上大口喘气。妈的！小吴脸色发白，比我想的还吓人。这才2个。周明喘着气说，镇中心估计更多，都打起精神来。我们歇了2分钟，继续往镇中心摸。越往里走，街上的感染者越多，有的慢悠悠的晃，有的蹲在地上不知道在啃什么，还有的就靠墙站着，一动不动，像雕塑一样。我们尽量绕着走，专挑小巷子和被街钻。周明以前跑新闻来过青云镇好几次，路熟，带着我们7拐8绕，居然真的绕到了惠民生鲜超市的后门。后门关着，卷帘
门拉下来一半，底下能钻进去人。我先探探。周明蹲下来，掀开卷帘门，一条缝往里看，看了几秒，他冲我们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里面没动静，快进！我们一个接一个钻了进去。超市里黑乎乎的，窗帘都拉着，一股变质食品的酸臭味扑面而来。我打开手电筒扫了一圈，货架倒了不少，地上散落着各种零食包装袋，还有打翻的酱油瓶，黏糊糊的一地。看来有人先来过了。小吴低声说：“不管，能拿多少拿多少。”周明已经开始往包里塞东西了，饼干、罐头、压缩食品，拿保质期长的，谁也要。我们三个分头行动，快速搜刮货架上剩下的东西：方便面、火腿肠、罐头、瓶装水、巧克力，凡是能吃的，保质期长的，一股脑往包里塞。我走到日用品区，拿了几包纸巾、牙膏、肥皂，还有几瓶消毒液。走到药品货架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，空了一大半，感冒药、消炎药基本都没了，只剩下一些碘伏、纱布和创可贴，要被人拿的差不多了。我冲周明喊：“正常！”周明头也不抬，先拿吃的，一会儿去药店看看。我们装了大概10几分钟，3个包都塞得鼓鼓的，差不多了，撤。小吴问。等会儿，周明忽然停下：“你们听见什么声音没有？”我竖起耳朵听，超市深处好像有动静，不是感染者那种嘶吼，是人的声音，很低，在哭。我们3个对视了一眼，有人。小吴压低声音：“别管！”周明当机立断：“拿上东西走！”话音刚落，哐当一声，超市前门的玻璃碎了，紧接着是杂乱的脚步声和嘶吼声，好几个人，不对，是好几个感染者冲进来了。后门，快走！周明大喊。我们抓起包就往后门冲，刚跑到后门，就听见前面也传来了嘶吼，后门外面也有。坏了，被堵了！周明脸色一变，往旁边的货架后面一指：“躲起来！”我们3个赶紧钻到货架后面，蹲下来，屏住呼吸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感染者们晃悠着进了超市，呵呵的叫着，四处乱撞。有一个就停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，低着头嗅来嗅去。我攥紧了消防斧，手心全是汗。他们好像是被刚才的哭声引过来的。超市深处的哭声还在继续，断断续续的，是个女人的声音。感染者们慢慢往哭声的方向挪过去了。趁现在走！周明用口型说。我们猫着腰，贴着墙根往后门挪，卷帘门还开着那条缝，我们一个接一个往外钻。刚钻出去2个，就听见旁边传来一声嘶吼，一个感染者从巷口拐了进来，正好撞见我们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嘶吼着扑了过来。小心！小吴大喊一声，抡起钢管就砸了过去，砰的一声，砸在那东西肩膀上。他晃了晃，没倒，继续往前扑。打头！我喊着冲上去，一斧子劈在他脑袋上。黏糊糊的东西溅了我一脸，那东西直挺挺的倒了下去，抽搐了2下，不动了。我喘着粗气，胃里翻江倒海。这是我第一次亲手杀了一个人，虽然他已经不是人了。快走，别愣着！周明拽了我一把，我们3个撒腿就跑。身后超市里的感染者听见动静，嘶吼着往门口冲，但卷帘门太低，他们挤不出来，只能在里面撞得哐哐响。我们一路狂奔，拐了好几个弯，直到听不见身后的声音了才停下来。妈的！小吴扶着膝盖喘气，太险了！我擦了擦脸上的血污，手还在抖，药还没拿。周明喘了口气，看了看方向，药店就在前面2条街，去不去？我和小吴对视了一眼，去。我说，来都来了，洞里药不多，万一有人受伤就麻烦了。周明点了点头，行，速战速决。我们沿着背街往药店的方向摸，有了刚才的经验，我们更小心了，每走几步就停下来观察周围。康泰大药房在一条小街上，门是关着的，玻璃门碎了一块。周明趴在门口听了听，冲我们招手，里面没动静。我们推开门进去，药店里也被翻过，但比超市好一些，很多药还在货架上，退烧药、消炎药、感冒药、碘伏纱布，我们挑重要的装了满满一书包，还有体温计和血压计也带上。周明说，就在我们快装完的时候，外面忽然传来了汽车引擎的声音，我们3个立刻停下，凑到窗户边往外看。一辆皮卡车开了过来，停在药店门口，车上下来4个男人，都拿着棍子和砍刀，为首的是个光头，胳膊上有纹身。妈的，又有人捷足先登了！光头骂了一句，往药店里面看。我们赶紧蹲下来，是活人。小吴压低声音，脸色很难看，看样子不是善茬。周明皱着眉，别出声，等他们走。但已经晚了。光头推了推药店的门，没推开。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把门带上了，里面有人。光头冷笑了一声，出来吧，看见你们了。我们3个对视一眼，都没动。不出来是吧？光头抬脚就踹门，把门给我砸开。砰砰几声，门被踹得直晃，玻璃门本来就碎了一块，眼看就要被踹开，怎么办？小吴握紧了钢管。周明咬了咬牙，硬拼肯定吃亏，从后门走。药店还有个后门，通着后面的小区。我们抓起包，蹑手蹑脚的往后门撤。刚拉开后门，就听见前面哐当一声，前门被踹开了。跑！周明低喝一声，我们冲出后门，往小区里跑。身后传来脚步声和叫骂声，那4个人追过来了。小区里楼不多，但是绿化带和车很多，地形复杂。我们绕着楼跑，7拐8拐，好不容易把后面的人甩掉了。妈的，人比鬼还凶！小吴喘着气骂。这才刚开始，周明脸色阴沉，以后这种事只会越来越多。没了规矩，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我们不敢多停留，绕了一大圈，从镇子另一头往山上走。回到山洞的时候，已经快中午12点了。我爸一直在洞口等着，看见我们回来，明显松了口气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把包卸下来，拿了不少吃的，还有药。我妈和苏小也迎了上来，帮着卸包，清点物资。我爸没急着看东西，先把我们3个挨个检查了一遍，确认没受伤，才放下心。镇上情况怎么样？他问。不太好。周明喝了口水，感染者不少，街上到处都是，超市被人翻过。我们去的时候药已经剩的不多了，还碰到了一伙人抢东西的，差点跟他们干起来。我爸的眉头皱了起来。活人4个，看着像混混。周明说有车有武器，估计在镇上扫荡
方好几天了。山洞里安静了几秒，先清点物资吧，我爸最终说。清点结果很快出来了，吃的加了不少，省着点的话能多撑20天左右。药品补充了一些，但都是常用药，抗生素之类的还是缺，还是不够。我爸把数字记在本子上，声音很沉，加上这一批，满打满算2个月。2个月之后呢？没人说话，镇上的物资有限，还被别人盯着。我爸继续说，靠青云镇撑不了多久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周明试探着问。我爸抬起头，目光扫过我们所有人，得去城里。城里？苏小的声音都变了，城里不是更危险吗？危险是危险，但物资也多。我爸指着地图上的城区方向，大型超市、仓库、药店、加油站，这些地方的物资够我们用半年的。可是城里的感染者也多啊。小吴说，镇上都这样了，城里指不定成什么样了。我知道，我爸点点头，所以不着急，先准备几天，把路线摸清楚，装备备齐，再去。他顿了顿，环视了一圈，但丑话说在前面，这趟比今天危险10倍，不想去的不勉强，留下手动就行。没人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周明先开口了，我去。陈老师你放心，我跟着小陈，肯定把东西带回来。我也去。小吴紧跟着说。我看着我爸点了点头，我也去。我爸看了我们3个几秒，最终重重地点了一下头。好，接下来3天做准备。那天晚上，山洞里的气氛比往常更凝重，发电机嗡嗡的响着。我爸趴在桌子上画地图，标路线，标可能的物资点，标撤退路线。周明在磨斧子，小吴在整理背包，我妈和苏小在打包干粮。我坐在洞口，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山林，山下远处偶尔有零星的火光，不知道是有人放火还是什么东西烧起来了。今天第一次直面那些东西，第一次挥斧子砍下去的感觉还留在手上，黏糊糊的，沉甸甸的。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，真正的险路还在前面等着我们。接下来的3天，整个山洞都在为进城做准备。我爸把那张手绘地图翻来覆去的改，标了不下20个物资点，3个大型超市，2个医药批发仓库，1个加油站，还有几家户外用品店。他用红笔圈出了3条撤退路线，每条都标了备选方案。记住，永远给自己留后路。他指着地图跟我们说，干记者的跑现场第一条规矩就是先看好出口，万一前门堵了，后门在哪，侧门在哪，窗户能不能跳，都得门清。周明在旁边连连点头，说老领导这话他记了20年，跑火灾现场全靠这个捡回好几条命。装备方面也做了升级，我爸从山洞角落翻出了几套旧的作训服，是当年战备的时候留下的，厚帆布料子，耐磨耐刮。我们3个一人一套穿上，袖口裤脚都扎紧，防止被抓伤咬伤。手上戴的是加厚的劳保手套，外面又缠了一层胶带。武器除了原来的消防斧和钢管，我爸又找了几把匕首，一人一把别在腰上。他还找了几根钢管，一头削尖了，做成简易的长矛，远距离能捅，比斧子安全。还有这个，他从一个旧箱子里翻出3个东西，是老式的防毒面具，虽然防不住病毒，但能挡味儿，也能防止血液溅到脸上。戴上，我们戴上试了试，视野有点受限，但呼吸还行。最重要的一条，我爸表情严肃，被咬了，被抓了，不管伤口多小，立刻说，别藏着掖着，害了自己也害了大家。我们3个都点头。无线电那边也有了新消息，第2天下午，我爸调到一个频率，收到了一段相对清晰的广播，是军方的。东部安全区已建立，坐标重复，幸存者可自行前往，沿途注意安全。信号断断续续，坐标只听清了一半，但至少确认了一件事，军方在建立安全区，外面还有秩序。安全区在东边，离我们这儿100多公里。我爸在地图上标了个大概的位置，但现在过去不现实，路上什么情况不知道，安全区什么情况也不知道。我们先稳住，把物资备足，等消息再明确一点再说。苏小这几天也没闲着，他把所有药品、食物、日用品都分门别类做了详细的清单，贴在墙上，用掉什么就划掉什么，一目了然，这样能清楚库存，不会到用的时候才发现没了。他推了推眼镜说，我妈每天变招法儿给我们做好吃的，说是好吃的，其实也就是罐头配压缩饼干，但他会把罐头加热，饼干泡软，尽量让我们吃舒服点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他一边盛饭一边说，眼圈总是红红的。出发前一天晚上，我爸把我们3个叫到洞口，开了最后一次动员会。月光洒下来，山风凉飕飕的。明天一早出发，目标城区西部的惠民仓储超市。他指着地图，从青云镇北边绕过去，走省道，大概1个半小时车程。哦，不对，走路3个小时左右。超市在西3环边上，不在最核心的城区，感染者应该相对少一些。拿到东西立刻撤，不往里走。如果顺利，当天去当天回；如果不顺利，找地方躲一夜，第2天一早往回赶。他顿了顿，看向我，你们3个，小陈你打头，周明你经验丰富断后，小吴在中间照应，3人始终保持视线内，谁也不许单独行动。明白？我们3个齐声说。还有，他的声音软了一点，东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实在拿不到就拿不到，命最重要。那天晚上我睡得比上次还不好，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着，梦里全是那些灰白色的脸，张着嘴冲我扑过来。第2天清晨4点半，我们就起床了，吃了一顿热乎的早饭，罐头煮面是我妈特意起来做的。吃完饭，检查装备，背包装得满满的，水、食物、急救包、武器、手电筒、备用电池，还有我爸塞给我们的对讲机。他说这玩意儿在城区说不定能用，互相联系方便。5点整，天还没亮透，我们出发了。我爸和我妈、苏小站在洞口送我们，我妈一直拉着我的手，嘱咐了一遍又一遍。我爸没多说，只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小心。我点点头，转身跟着周明和小吴往山下走。天慢慢亮了，
山林里的雾气很重，能见度不高。我们走得很快，按照预定路线，先绕到青云镇北边，然后上省道往西走。绕过青云镇的时候，我们远远的看了一眼，镇子静悄悄的，街上有几个晃晃悠悠的影子，在晨雾里显得格外诡异。那伙人还在不在？小吴低声问。管不了那么多，周明说，走我们的。上了省道，路就好走多了。省道上停了不少车，歪歪扭扭的，有的撞在一起，有的翻了。车里面大多是空的，偶尔能看见一两个坐在驾驶座上的，低着头，不知道是死了还是变了。我们绕着车走，不靠近，越往西走，路上的车越多，空气里的腐臭味也越浓。快到城区的时候，我们在路边的一个加油站停下来歇脚。加油站已经被砸过了，便利店的玻璃碎了一地，里面空空荡荡的，油枪也被破坏了。看来柴油不好弄。周明皱着眉说，洞里的柴油快见底了，先办正事，回来的时候再想办法。我说，歇了10分钟，继续往前走。8点多，我们到了城区边缘，眼前的景象比青云镇惨烈10倍。马路上堵满了车，一眼望不到头，很多车都撞在一起，有的还烧过，只剩个黑架子。路面上全是黑褐色的污渍，还有散落的行李、衣物、鞋子。路边的店铺几乎全被砸了，玻璃碎了一地，卷帘门被撬开，里面空空如也。感染者倒是不多，零零散散的几个在车缝里晃悠，但我们都知道，越往里走越多。从这边绕，周明指着旁边的一条辅路，主路太堵，目标也大。我们拐进辅路，贴着路边走。辅路相对清静一些，但也时不时能撞见感染者。我们尽量绕着走，实在绕不开的，就快速跑过去。走了大概20分钟，惠民仓储超市的轮廓出现在眼前。超市很大，是那种仓储式的，层高很高，前面有个巨大的停车场，停车场里停满了车，横七竖八的，还有几辆翻了的。超市的大门是关着的，卷帘门拉到底，门是关的。小吴有点意外，难道没人来过？不一定。周明很谨慎，可能是来了又走了，把门关上了，也可能里面有人。我们绕着超市外围走了一圈，观察情况。侧面有个卸货区，卷帘门开了一条缝，能钻进去人。从这儿进。周明指了指卸货区，我先探。他蹲下来，掀开卷帘门一条缝，往里看了看，又听了听，没动静。他冲我们招手，进。我们一个接一个钻了进去。卸货区很大，堆着不少货箱，黑乎乎的，只有应急灯亮着微弱的绿光，比镇上的超市大多了。小吴低声说，声音里带着点兴奋。别高兴太早。周明说，越大的地方越容易藏东西。我们打开手电筒，小心翼翼地往里走。穿过卸货区就是卖场，货架很高，一排排的，像迷宫一样。地上散落着不少东西，但整体比镇上的超市完整多了。大部分货架还是满的，只是倒了几排。看来真没怎么被人翻过。我也有点意外，可能是因为太大了，大家不敢进来。周明说，别废话，赶紧装。先装吃的，罐头、压缩饼干、方便面，挑保质期长的。我们3个散开，快速往包里塞东西。仓储超市的东西都是大包装，一包顶镇上超市好几包，效率很高。我装了满满一大包罐头，又去拿了几箱矿泉水。小吴跑到日用品区，拿了纸巾、肥皂、牙膏，还有几大包卫生巾。苏姐和阿姨肯定用得上。周明最专业，专挑高热量、高营养的拿，巧克力、能量棒、肉罐头、压缩干粮，还有几大袋大米和面粉，这些够吃好几个月了。周明拍了拍鼓鼓的背包，脸上难得露出点笑容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听见了什么声音。嘘！我抬手示意他们安静。3个人都停下来，竖起耳朵听。卖场深处传来了脚步声，不是感染者那种拖沓的步子，是正常人的脚步声，很轻，很谨慎。还有人说话的声音，压得很低，但能听见。有人，我低声说。周明立刻做了个躲的手势。我们3个赶紧蹲到货架后面，关掉手电筒，屏住呼吸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还有手电筒的光柱晃来晃去。刚才明明听见动静了，一个男人的声音有点沙哑，是不是那些东西？另一个声音，不像，那些东西不会关手电。第一个声音说，小心点，可能是别的幸存者。光柱离我们越来越近，我握紧了手里的消防斧，手心全是汗，是一伙人，听声音至少3、4个。如果是跟青云镇那伙一样的混混，那就麻烦了。出来吧！忽然一个声音响起来，离我们很近，我们看见你们的光了，都是活人，没必要躲着。我们3个对视一眼，周明冲我摇了摇头，示意别出去，不出来是吧？那个声音又说，那我们可就过来了，到时候误伤了，可别怪我们。脚步声开始往我们这边来了。周明咬了咬牙，站起身，举起双手，别动手，我们就是来拿点东西的。我和小吴也跟着站了起来。对面站着4个人，3男1女，都穿着户外服，拿着登山杖和砍刀，装备比我们齐全。为首的是个40多岁的男人，寸头，眼神很锐利。就你们3个？寸头男人打量着我们。就3个。周明说，拿点东西就走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寸头男人没说话，上下打量了我们一会儿，忽然笑了一下，别紧张，我们不是坏人，也是来找物资的。他指了指身后的女人，我姓刘，这是我老婆，还有2个兄弟，我们从东边过来的，安全区那边。安全区？周明眼睛一亮，安全区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姓刘的男人摇摇头，人太多，物资不够，乱得很。我们是自己出来找物资的，准备找够了就回山里躲着。他顿了顿，看着我们，听你们口音，本地人，知道附近哪有安全的地方不？周明犹豫了一下，没说山洞的事，我们也是往山里跑的，具体哪安全也不清楚。姓刘的男人也没追问，笑了笑，行，理解，那个拿个的，互不打扰。行。周明点头，两边各自散开。
继续拿东西，但都留着心眼，时不时瞟对方一眼。我压低声音问周明，可信吗？不好说。周明也低声说，小心点，拿完赶紧走。我们加快了速度，又装了一会儿，3个包都塞得快爆了，差不多了，撤。周明说，我们背着包往来的方向走。路过那伙人的时候，姓刘的男人冲我们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快走到卸货区的时候，小吴忽然嘶了一声，怎么了？我回头看，没事，手划了一下，小吴捂着左手，货架上的铁皮划的。我看了一眼，一道口子，不深，但在流血，赶紧包上。周明说，别留味儿，那些东西对血敏感。小吴从包里翻出创可贴，贴上了。就在我们准备钻卷帘门的时候，外面忽然传来了密集的嘶吼声，很多，非常多。我们3个瞬间僵住了，怎么回事？小吴脸色发白。周明趴到卷帘门边上，掀开一条缝往外看，看了一眼，他的脸色就变了。妈的，外面全是！我也凑过去看，停车场里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，密密麻麻全是感染者，至少有几十个，正晃晃悠悠的往超市这边过来。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？小吴的声音都抖了。周明忽然回头看向卖场深处，是那伙人，他们刚才是不是在外面？我心里一沉，是了，这伙人说不定是被感染者追过来的，把他们引到了超市门口。现在倒好，我们被堵在里面了，怎么办？小吴急了，从后门走，不知道有没有后门。周明咬了咬牙，先往里撤，跟那伙人会合再说。人多力量大，我们转身往卖场里跑。那伙人也听见动静了，正往这边过来。外面怎么回事？姓刘的男人脸色也不好看，你们引来的？周明语气不善。不是。姓刘的男人立刻摇头，我们进来的时候好好的，那哪来的这么多？可能是被什么声音吸引过来的。姓刘的男人往门口看了一眼，脸色也沉了。现在说这个没用，得想办法出去。两边凑到卷帘门边上，一起往外看。感染者越来越多，已经聚集到超市门口了，撞得卷帘门哐哐响。照这个架势，门撑不了多久。后门有没有后门？周明问。有，在卖场另一头，通着后面的仓库区。姓刘的男人说，但不知道那边什么情况，总比在这儿等死强。周明说，走，从后门撤。两拨人加起来7个人，背靠背往卖场另一头撤。货架很高，视线不好，我们走得很慢，随时提防着从货架后面窜出来的感染者。走了一半，忽然从旁边的货架后面窜出来一个感染者，嘶吼着扑向走在最后的小吴。小心！我大喊一声。小吴反应也快，侧身一躲，感染者扑了个空。我冲上去一斧子劈在他脑袋上，他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没事吧？我问小吴。没事没事。小吴脸色发白，喘着气。都小心点，这里面说不定藏了不少。姓刘的男人沉声说。我们加快脚步往后面走，好不容易摸到后门，推了推，锁着的。妈的！姓刘的男人骂了一句，抬脚就踹，踹了3脚，门哐当一声开了。外面是仓库区的院子，不大，堆着几个集装箱，院子里空荡荡的，一个感染者都没有。快！姓刘的男人率先冲了出去，我们跟着往外跑。刚跑到院子中间，就听见前面传来了嘶吼声，院子大门那边也有感染者往这边来了。翻墙！姓刘的男人当机立断，指着旁边的围墙。围墙不算高，2米多。姓刘的男人先爬上去，伸手拉他老婆，我们也跟着往上爬。我最后一个爬上去，往下看了一眼，感染者已经冲进院子，密密麻麻一片，冲着围墙过来。跳！我们一个接一个往下跳。墙外是一条小巷子，静悄悄的。往哪儿走？小吴喘着气问。姓刘的男人看了看方向，往北走，那边人少。我们往东。周明说，我们得回山上去。姓刘的男人点点头，行，那就各走各的，今天谢了，后会有期。他带着他的人往北走了。我们3个站在巷子里，喘着气，背了一身的汗。妈的，太险了！小吴扶着墙，腿都软了。东西没丢吧？周明问。我摸了摸背包，都在，没丢。那就好。周明喘了口气，走吧，趁现在白天，赶紧往回赶。我们辨认了一下方向，往东走。但谁都知道，回去的路不会比来的时候容易。从超市出来的时候是上午10点多，我们背着3个塞得满满当当的大包，沿着小巷往东走。城区里的情况比来的时候更糟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超市那边的动静引的，街上的感染者明显多了起来，时不时就能撞见一群。我们专挑小巷和楼缝钻，尽量避开主路。周明走在最前面探路，我断后，小吴在中间。3个人都不敢说话，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和脚步声。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，小吴忽然慢了下来。你怎么了？我压低声音问。没事。小吴的声音有点发虚，就是有点头晕，可能是刚才吓的。我看了他一眼，脸色确实不太好，额头上全是汗。是不是伤口的事？我问。刚才在超市里他手被铁皮划了一刀。不能吧，就划了个小口子。小吴嘴上这么说，但还是下意识地捂了捂左手。周明也停下来，回头看了看，撑得住吗？不行就歇会儿。没事没事，走吧。小吴摆摆手，强撑着往前走。我们继续赶路，但速度明显慢了下来。又走了2条街，前面的路被堵死了，一大群感染者堵在路口，密密麻麻的，至少有20-30个，晃悠着，发出呵呵的声音。绕路。周明当机立断，往旁边的居民楼指了指，穿小区过去。我们翻进小区的围墙，小区里很安静，楼栋里黑洞洞的，绿化带里停着几辆落灰的车。小心楼洞里，周明提醒。我们贴着楼边走，眼睛盯着每一个单元门。走到第3栋楼的时候，楼洞里忽然窜出来一个感染者，嘶吼着扑向小吴。小吴本来就头晕，反应慢了半拍，眼看就要被扑到，我冲上去一把把他推开，手里的消防斧横着劈出去，斧子劈在那东西肩膀上，卡了一下，没劈死。他嘶吼着继续往前冲，嘴里的咸水滴到我胳膊上。操！我骂了一句，腾出左手抓住他的头发，右手把斧子拔出来，照着脑袋又是一下，黑红色的血溅了我一脸。那东西软了下去。你没事吧？周明
明跑过来问：“没事。”我擦了擦脸，看向小吴：“你呢？”小吴坐在地上，脸色惨白，喘着粗气：“我没事，谢谢陈哥。”我伸手把他拉起来，碰到他的手，烫得吓人。你发烧了？我心里一沉。小吴愣了一下，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有点烫，可能是刚才跑的。我和周明对视了一眼，都没说话。发烧在这种时候意味着什么，我们都清楚。先找个地方歇会儿。周明的声音有点沉，看看情况。我们找了个1楼的空房子，门是开着的。进去之后，先检查了一遍，确认安全，才把门关上。小吴坐在沙发上，低着头，手一直在抖。我找了瓶矿泉水递给他，他接过去，手哆嗦的厉害，水洒了一半。我不会是？他声音发颤，抬头看我们，眼睛红红的，就划了个小口子，不能吧？周明蹲下来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小吴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除了头晕发烧，还有别的感觉没？比如想咬人？小吴拼命摇头，没有，真没有，就是头晕，有点恶心。他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猛地撸起左手袖子，那道伤口周围有点红，但没有发黑，也没有肿得很厉害。你看，就一道口子，跟普通划伤一样。他急得快哭了。周哥，陈哥，我真的没事。我和周明又对视了一眼，按周明说的，那些被咬的人发病很快，几个小时就会昏迷，然后醒过来就咬人。小吴，这都过去快2个小时了，除了发烧头晕，别的症状都没有，而且他是被铁皮划的，不是被咬的，按理说不该感染，可能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。周明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吓得再加上累的，歇会儿看看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们俩都留了心眼。我把斧子放在手边，周明也把匕首拔出来放在腿上，不是不信任他，是不敢赌。歇了大概20分钟，小吴的烧好像退了一点，精神也好了些。我没事了，真的。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，可能就是刚才太紧张了。走吧，别耽误时间。周明看了看窗外的太阳，行，抓紧走，争取下午之前出城。我们继续赶路，穿过小区，从另一边出去，就是一条相对僻静的街道。街上感染者不多，零零散散的3、2个。我们贴着墙根快速通过，快走到街尽头的时候，我忽然听见了汽车引擎的声音。有车，我低声说。我们3个立刻躲到旁边的一辆报废车后面。一辆皮卡车从路口开了过来，开得很慢，车窗开着，能看见车里坐着人。车开近了，我看清了，开车的是个光头，胳膊上有纹身，是青云镇碰到的那伙人。妈的，怎么在这儿碰到他们了？周明压低声音骂了一句。皮卡车在我们前面不远处停下了，4个男人从车上下来，手里都拿着砍刀和钢管，骂骂咧咧的。妈的，这一片都被搬空了，啥也没有。光头吐了口唾沫，哥，要不咱往东边去，那边好像还有个大超市。一个小弟说。东边？光头想了想，行，去看看，反正油还够。他们说着就要上车，我和周明都松了口气，没发现我们就好。但就在这时，小吴忽然咳嗽了一声，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街道上格外清晰。那4个人立刻停下了动作，往我们这边看。谁？光头喊了一声，提着砍刀就往这边走。出来，看见你了。我们3个蹲在车后面，大气都不敢出，脚步声越来越近。周明冲我使了个眼色，跑。我点了点头，跑。周明低喝一声，我们3个站起来，撒腿就往旁边的巷子里跑。妈的，是上次那几个小子，追！光头在后面大喊，脚步声和叫骂声在后面追着我们，拼命跑，拐了好几个弯，但那伙人开车的绕路堵我们。跑了大概10分钟，我们被逼进了一条死胡同，胡同尽头是一堵墙，3米多高，翻不过去。妈的！周明骂了一句，转过身握紧了消防斧，我也把斧子横在身前。小吴站在我们旁边，手里攥着钢管，脸色发白，但眼神还算稳。胡同口那4个人堵在了那里，光头提着砍刀，狞笑着走过来，跑啊，接着跑啊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周明沉声问。干什么？光头冷笑，把你们身上的东西都留下，还有包里的，识相的就乖乖交出来，省得受皮肉之苦。都是幸存者，至于吗？周明说。幸存者？光头嗤笑一声，这年头物资就是命，你们的命值不值钱，得看你们包里有多少东西。他挥了挥砍刀，最后问一遍，交不交？周明没说话，把斧子横得更紧了，看来是不交了。光头舔了舔嘴唇，兄弟们，上！男的打残，东西拿走。4个人提着武器冲了上来。小吴，你靠后！我喊了一声，迎着最前面的一个人就冲了上去。那人抡着钢管砸过来，我侧身一躲，斧子横着劈在他胳膊上，他惨叫一声，钢管掉在了地上。周明那边也跟光头打在了一起。周明年纪大，体力不如对方，但经验丰富，斧子耍得很稳。光头一时半会儿也近不了身。小吴虽然年轻，但没打过架，拿着钢管乱挥，被另外2个人逼得连连后退。小吴，小心！我喊了一声，冲过去帮他。刚解决掉一个，我胳膊上就挨了一棍子，疼得我龇牙咧嘴。我咬着牙，一斧子劈在那人腿上，他惨叫着倒了下去。转眼的功夫，对方倒了2个，还剩光头和另一个高个子。光头也没想到我们这么能打，脸色有点变了。行啊，有点本事。他咬着牙，但你们以为这就完了？他忽然从兜里掏出一个哨子，吹了一声，尖锐的哨声响彻整条胡同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你干什么？周明脸色也变了。干什么？光头狞笑，请点朋友过来陪你们玩玩。远处传来了嘶吼声，越来越近，他把感染者引过来了。疯子！周明骂了一句，我们走。但已经晚了，胡同口已经出现了摇摇晃晃的身影，1个、2个、3个，越来越多。光头他们也慌了，转身就往胡同口冲，想往外跑，但感染者已经堵过来了。他们刚冲到口上就被围住了，惨叫声瞬间响了起来。我们3个退到墙根，背靠着墙，握紧武器。感染者源源不断的往胡同里涌，前面的在啃
啃那4个人，后面的继续往我们这边来。完了，小吴的声音都抖了。别慌！周明大吼一声，看那边。他指着旁边的一个院子门，是开着的，冲进去！我们3个咬着牙，迎着冲过来的感染者就上。我一斧子劈倒最前面的一个，周明捅倒另一个，小吴也红了眼，抡着钢管乱砸。短短几米的路，像走了1个世纪。好不容易冲到院子门口，我们钻进去，反手把门关上，插上门栓。门外是密集的撞击声和嘶吼声，门被撞得哐哐响，眼看就要撑不住了。翻墙！周明指着院子里的围墙，院子里有个杂物堆，我们踩着杂物堆翻上了围墙，跳到隔壁的院子里。刚落地，就听见那边哐当一声，门被撞开了。我们不敢停，继续翻墙，一连翻了3个院子，才甩开那些感染者。3个人瘫在地上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浑身是血，有感染者的，也有我们自己的。小吴的胳膊被抓伤了一道，不深，但渗着血。我胳膊上挨了一棍子，肿得老高。周明的腿上被划了一道口子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妈的！周明喘着气骂了一句：“那伙疯子都没事吧？”我问。死不了。周明咬着牙站起来，赶紧走，别等他们追过来。我们撑着站起来，继续往东走。经过这一闹，我们都不敢走大路了，专挑小区和巷子钻，速度慢了很多。走到下午2点多，才出了城区，上了省道。省道上的感染者比城里少多了，零零散散的，都能绕开。我们3个都累坏了，背着沉重的背包，身上还有伤，走得很慢。歇会儿吧。周明看了看身后，应该没追过来。我们在路边找了个废弃的加油站，进去歇脚。坐下之后，我才感觉到胳膊上的疼，肿得老高，动一下都疼。周明的腿也在流血，小吴的抓伤倒是不深，但他脸色一直不太好。你怎么样？我问小吴。没事。小吴摇摇头，但声音很虚，就是有点累。他额头上全是汗，嘴唇发白。周明摸了摸他的额头，眉头皱了起来，又烧起来了。小吴勉强笑了笑，可能就是累的，歇会儿就好。我和周明都没说话，歇了大概半个小时，我们继续赶路。小吴的状态越来越差，走路都开始晃了。我和周明一边一个扶着他走，走到青云镇北边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不行，天黑走山路太危险。周明说找个地方歇一夜，明天一早再上山。我们在路边找了个废弃的农房，检查了一遍，确认安全才进去，把门顶住。我们3个瘫在地上，连动都不想动了。小吴烧得更厉害了，迷迷糊糊的，嘴里说着胡话。我和周明坐在他旁边守着他，谁都没说话，空气很沉。周哥，过了很久，我低声问，如果他真的怎么办？周明沉默了很久才开口，声音很哑，真到了那一步，不能让他害了大家。他顿了顿，又说，但现在还没到那一步，他是被抓伤的，不是被咬的，说不定没事，再看看。我点点头，握紧了手里的斧子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周明轮流守夜，眼睛一刻都没离开过小吴，好在一夜无事。小吴烧了一夜，天快亮的时候，烧慢慢退了，人也清醒了过来。我没事了。他坐起来，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有点不敢相信，好像是退了。周明也松了口气，看来就是普通的发烧，累得加上下的。小吴笑了，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我就说嘛，我命大。我们都笑了，一夜的紧绷终于松了下来。天亮之后，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，继续往山上走。上午10点多，我们终于看见了山洞的方向，远远的就看见洞口站着一个人，是我爸。他一直在那儿等着，看见我们，他明显松了口气，快步迎了上来。没事吧？他上下打量着我们，看见我们身上的伤和血，眉头立刻皱了起来。受伤了，小伤，不碍事。周明笑了笑，东西都带回来了，满满3包。我爸没急着看东西，先把我们3个挨个检查了一遍，确认都是皮外伤，才放下心，先进去再说。进了山洞，我妈和苏小也迎了上来，看见我们一身的伤，都红了眼圈。怎么伤成这样？我妈拉着我的胳膊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妈，没事，都是皮外伤，我安慰她。苏小拿来医药箱给我们处理伤口。我爸坐在旁边听周明讲这一路的经历，超市被围，碰到另一伙幸存者，遇到青云镇的混混，被感染者追了一路。他听得很认真，眉头一直皱着。城里比我想的还乱。等周明讲完，他才开口，不光有那些东西，还有人祸。是啊，周明叹了口气，那伙混混为了抢东西，连感染者都敢引，简直是疯子。我爸沉默了一会儿，看向那3个鼓鼓囊囊的大包，先清点物资吧。清点结果很乐观，3大包物资，吃的、喝的、药品、日用品，应有尽有。按现在的人口算，省着点用，够吃半年的。还有不少常用药、退烧药、消炎药、抗生素都有。还有这个，我从包里掏出2桶柴油，加油站没弄到，但在超市后面的仓库里找到的，备用发电机用的。我爸点了点头，脸上难得露出了点笑容。好，这下踏实了。那天晚上，山洞里的气氛难得轻松。我妈做了顿丰盛的晚饭，罐头炖菜配压缩饼干，还开了2瓶听装啤酒，是从超市带回来的。6个人围坐在一起，就着蜡烛的光吃饭。这一趟辛苦你们3个了。我爸举起啤酒敬你们。我们碰了碰罐，冰凉的啤酒喝下去，这2天的疲惫好像都消散了一点。以后怎么办？苏小问。还出去吗？我爸想了想，暂时不出去了。这些物资够撑半年的，先稳住，等外面情况明朗一点再说。他顿了顿，又说，而且这一趟也摸清楚了，城里太危险，不能频繁出去。真到了物资不够的时候，再想办法。大家都点头。吃完饭，我走到洞口透透气。山下的城市隐在暮色里，静悄悄的，
偶尔能看见远处有零星的火光。我想起这2天的经历，超市里的围困，胡同里的恶战，漫山遍野的感染者，还有那4个为了抢物资不惜引感染者的混混。我爸说的对，压得住新闻，压不住事，但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日子还得过下去。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是我爸，他站在我旁边，也往山下看。怕吗？他忽然问。我想了想，点了点头，有点怕。正常。我爸说，不怕的都是傻子。他顿了顿，又说，但怕归怕，日子还得过。我们有吃的有喝的，有地方躲，还有人，比外面那些人强多了。我看着山下的暮色，点了点头。是啊，至少我们还活着，活着就有希望。物资的问题解决了，山洞里的日子渐渐步入了正轨。我爸把避难所的管理制度重新梳理了一遍，贴在了洞口的墙上，用木炭写的，字很大，谁都能看见。一共6条。第1条，每日2餐，定量配给，由苏小统一登记发放。第2条，昼夜轮班警戒，2人1组，洞口和通风口都要查。第3条，每周清点1次物资，出入库都要有记录。第4条，非必要不外出，外出必须3人以上同行，报备路线和归期。第5条，身体不适立刻上报，发烧、咬伤、抓伤一律隔离观察。第6条，所有人轮流做日常维护，发电机、蓄水池、洞口伪装，谁都不能闲着。无规矩不成方圆。我爸写完，拍了拍手上的炭灰，人少的时候凭自觉，人多了就得靠制度，不然迟早乱。周明在旁边笑着说，老领导这是把报社那套管理搬山洞里来了，报社管的是稿子，这儿管的是命。我爸淡淡的说，本质上一样，都是不能出错。日子就这么按部就班的过着，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7点吃早饭，然后各干各的。我和周明负责白天的警戒和周边巡逻，小吴负责设备维护和体力活，苏小管物资和伙食，我妈管药品和缝缝补补，我爸总调度监管无线电。晚上6点吃晚饭，7点开始轮班守夜，上半夜2个人，下半夜2个人。山洞里的生活很单调，但也很踏实。每周3是物资清点日，苏小会把所有的食物、水、药品、日用品都过一遍，更新墙上的清单。每次清点完，他都会报一个数，食物还剩多少天，水还剩多少，柴油还能用多久。按现在的消耗，食物还能撑176天，这是这周的数字。每次报数的时候，大家心里都跟着踏实一下，100多天足够等外面的事情有个结果了。无线电那边的消息也越来越多，我爸每天雷打不动的守4个小时，调频旋钮拨来拨去，收集各个频率的信息。除了军方的官方广播，还能收到一些民间的信号，有的是幸存者在呼救，有的是小团体在播报自己的位置，还有的是不知道什么人在放音乐，断断续续的，像从另一个世界飘过来的。军方的广播越来越清晰了，内容也越来越具体。东部安全区已扩容，可接收幸存者，沿途设有补给点。病毒不耐高温，夏季活跃度下降，军方正在逐步清理城区，预计3个月内恢复主要城市秩序。每次听到这些，山洞里的气氛都会轻松一点。3个月，我妈算了算，咱们的物资够撑到那时候，不一定准。我爸比较谨慎，官方说的话打个折扣听，但至少说明情况在往好的方向走。除了官方消息，我爸还调到了一个本地的民间频率，是附近一伙幸存者在播报，自称青云山避难队，有20多个人在山另一边的村子里，要不要联系一下？周明问。人多力量大。我爸想了想，摇了摇头，先观察，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，贸然联系有风险。咱们这儿位置隐蔽，人也够，没必要主动暴露。周明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山洞周边的警戒也越来越完善，我和周明在山洞附近设了好几道预警线，最外围是挂在树枝上的易拉罐，一碰就响，中间一圈撒了细沙，能看脚印。洞口的伪装又加厚了一层，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。我们还在山洞顶上设了个观察点，用石头堆了个掩体，能俯瞰整条上山的路。每天有人上去待2个小时，观察山下的动静。干我们这行的料敌从宽，我爸蹲在观察点上，指着山下说，别等人家摸到门口了才发现。日子平静了半个多月，直到有一天夜里出事了。那天是我和小吴手下半夜2点多的时候，我正靠在洞口边打盹，忽然听见外面叮铃一声，是最外围的预警线响了。我瞬间清醒了，推了小吴一把，有动静。小吴也醒了，抓起钢管，我们屏住呼吸，透过藤蔓缝隙往外看。月光下，山路上有几个影子在晃，很慢，歪歪扭扭的，是感染者。我压低声音，怎么摸到这儿来了？不知道。小吴的声音有点紧，有几个？3个？不对，4个。我数了数，离这儿还有100来米，正往这边来。我赶紧让小吴去叫人，自己留在洞口盯着。很快，我爸和周明都过来了，都拿着武器。4个。我爸拨开藤蔓看了一眼，没事，数量不多，别惊动他们，等他们自己走过去。我们蹲在洞口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盯着那4个感染者晃晃悠悠的往这边挪。他们走得很慢，东倒西歪的，像是在漫无目的的游荡。走到离洞口还有20-30米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忽然停了下来，朝着洞口的方向抬起头，鼻子动了动，像是闻到了什么。我的心一下提了起来。他站了几秒，然后嘶吼了一声，朝着洞口的方向走了过来。另外3个也跟着转了方向，被发现了。周明握紧了斧子。别慌，我爸沉声说，洞口有伪装，他们不确定具体位置，等他们靠近了，一次性解决，别弄出太大动静，免得引来更多。我们4个握紧武器，蹲在挡板后面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嘶吼声也越来越清晰。砰的一声，一个感染者撞在了洞口的藤蔓上，
藤蔓晃了晃，紧接着又是一下，第二个也撞了上来。动手！我爸低喝一声，我们猛地拉开挡板，4个感染者正挤在洞口，我一斧子劈在最前面那个的脑袋上，他闷哼一声倒了下去。周明也解决了一个，小吴年轻力气大，一钢管砸下去，直接把第3个砸倒在地。第4个反应快，嘶吼着扑向我爸。我爸年纪大了，身手不如年轻人，但稳得很，侧身一躲，手里的匕首直接捅进了他的太阳穴，前后不到10秒，4个感染者都倒在了地上。快，拖到一边去！我爸低声说，血味别留在洞口。我们把尸体拖到旁边的山沟里，又用土和树叶盖了盖，洞口的血迹也用土埋了，重新整理好伪装。忙完的时候，天已经快亮了，怎么会摸到这儿来？周明擦了擦汗，有点纳闷，山上一直挺清静的，可能是从山下晃上来的。我爸说，夏天到了，他们活动范围变大了。他顿了顿，看向我们，以后警戒再加1级，白天观察点不能离人，晚上守夜的不能打盹，这是第1次，说不定还会有第2次。那天之后，警戒确实升级了，观察点从每天2小时改成了全天轮班，每2个小时换1次人。洞口的挡板又加固了一层，顶上堆了更多石头。我们还在山洞2侧的山坡上也设了预警线，防止感染者从侧面摸上来。但奇怪的是，之后的10几天再也没有感染者靠近过。那天的4个像是偶然游荡上来的，日子又恢复了平静。6月底的时候，山里的天气热了起来，山洞里倒是凉快，恒温，但洞口白天还是有点晒。我们在洞口搭了个简易的遮阳棚，用树枝和帆布搭的，既能遮阳，又能加强伪装。无线电里的消息也越来越好，军方说已经清理了城区的主要街道，建立了好几个安全区。病毒确实不耐高温，夏天来了之后，感染者的活跃度明显下降，行动更慢了，有的甚至在太阳底下晒久了会直接倒下。照这个趋势，入秋之前说不定就能恢复秩序。周明听着广播，有点兴奋。乐观是好事，但别盲目。我爸还是那副谨慎的样子。广播说的是主要城市，咱们这地方偏，说不定轮得慢，而且病毒会不会变异，谁也说不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他的眉头也比以前舒展多了。7月初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。那天我在观察点值班，用望远镜往山下看，忽然看见山路上有几个人在走，穿着军装，背着枪，我心里一跳，赶紧跑下去叫我爸。我爸上来用望远镜看了很久，是军人。他放下望远镜，表情很复杂，应该是进山搜索幸存者的。要不要出去打招呼？小吴有点激动，终于等到了。别急，我爸按住他，再看看。那队军人大概有7、8个人，沿着山路慢慢走，边走边喊，手里拿着扩音器，喊着军方搜救队请幸存者出来接应之类的话。他们走得不快，一路往山里面去了，没有发现我们的山洞。等他们走远了，我爸才放下望远镜。怎么样？周明问。出去联系吗？我爸沉默了很久，才摇摇头，暂时不。为什么？小吴有点急。那可是军队啊！军队是军队，但安全区什么情况，我们不知道。我爸慢慢的说，广播里说的好听，但实际什么样，谁也没见过。人多不多，物资够不够，安不安全，这些都不清楚。他顿了顿，又说，我们现在有吃有喝，地方隐蔽，安全的很，没必要急着出去，再等等，等情况更明朗一点再说。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最终都点了头。我爸说的有道理，现在的日子虽然单调，但至少安全。贸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反而可能有风险。那天之后，山洞里的气氛又微妙的变了一点，大家心里都多了个盼头。军方已经开始搜救了，说明外面的秩序真的在恢复，离出去的日子好像越来越近了。但日子还是照常过，该值班值班，该清点物资清点物资，该守夜守夜。我爸还是每天守着无线电，收集各种各样的消息，记在他那个泛黄的笔记本上。笔记本越来越厚，记满了各种广播内容、物资数据、周边情况。等这事过去了，有一次吃饭的时候，他摸着笔记本说，我得把这些整理整理，写篇报道。周明笑了，陈老师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报道呢？干了一辈子，习惯了。我爸也笑了笑，这么大的事，总得有人记下来，压得住新闻，压不住事，事发生了就得有人写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蜡烛的光映在他脸上，皱纹很深，但眼睛很亮。我看着他，忽然想起最开始的时候，他挂了周明的电话，脸色难看的说压得住新闻，压不住事，然后带着我来踩点，一趟一趟往山里运物资。那时候我还觉得他小题大做，现在想想，要不是他这一辈子练出来的新闻敏感，要不是他提前跑了一步，我们一家人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样。山洞里很安静，发电机嗡嗡的响着，外面偶尔有几声虫鸣。我妈和苏小在缝补衣服，周明在磨斧子，小吴在整理电池。我爸坐在桌子前，翻着他的笔记本，时不时在上面写2笔。蜡烛的光暖暖的，照着6个人的影子，